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继续聊聊怎样让 AI 更好地辅助我们学习和思考。在5月18日的那期视频里，我们探讨了 AI 在自我探索上的潜能。当时我们说，可以通过与 AI 对话的方式写日记，分享自己的情绪、思考，与传统的写日记方式相比，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我们还可以要求 AI 阅读某本心理学或哲学书籍来分析我们的体验。那期节目发布后，有很多朋友希望我分享更多关于如何利用 AI 学习的经验，所以今天我们就主要探讨一下，怎样将 Python 和 AI 相结合，使其成为我们在阅读人文社科书籍的一个真正实用的助手。我们也会出一套考试题，测试一下目前主流的2个 AI， 也就是 ChatGPT 5和 Gemini 2.5 Pro 在阅读人文社科书籍时的能力差异。所以说，大家关注 Anthony 的频道，不仅能看到人文社科的观点和解读，还能看到技术类视频，还能看到这2者的结合，是不是非常值得和划算呢？好了，自夸部分到此结束，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一直想让 AI 成为这样一个理想的学术助手，它能够完整地阅读我所提供的人文社科书籍，并且按照我的需求，在不同的文献中进行交叉比对和理论迁移。比如，我上传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我希望 AI 用福柯的视角来分析和解释小说中大洋国的社会结构。再比如，我希望 AI 能够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分别从中抽象出正义的概念，并回答我当下的一些困惑和疑问。再比如，我还可以向 AI 上传某位思想家一生中的10本主要著作和1本心理学书籍，要求 AI 根据这本心理学书籍的观点分析这位思想家的理论演化路径。我们还可以提出很多种组合，这些组合完全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比如好奇心或者需要解决的某个现实问题，并且这里的每一个都可以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学术课题。这些组合往往涉及了跨学科的迁移。我们在过去的几期讲学习的视频里，就反复地强调了这种顺着自己兴趣的自由探索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所谓的学科划分，只是为了方便研究和教学的分类标准，它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外在的框架，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定义和理解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认知和学习必须严格按照这种划分进行。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情感和认知体验。一个人上午对生物学感兴趣，下午联想到物理学，晚上思考经济学，这种杂乱的探索实际上是最贴合人类思维特点的，因为我们的认知天生是联想式的，而不是线性划分的。在这种杂乱和不系统中，个体恰恰积累了丰富的感觉，他的情感、认知都是连续的，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我们说，任何学习，不论它的课程体系设置有多么系统，最终仍然要体现在学习者自己想法和情感的连续性上。然而，当我们想要跨领域的阅读大量书籍，就会面临很高的阅读成本。许多人文社科的书籍都是几十万字起步，如果跨了多个学科，信息量更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知道，许多人文社科的书籍未必有明确的章节标注，结构松散，难以靠关键词快速搜索和定位，而且人文社科的逻辑与自然科学不同，作者的文字常常充满了隐喻、反思、诠释和质疑，它的意义往往隐藏在很长的文本之中，并且几乎都会广泛涉及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在传统的学术工作中，要实现这种跨学科的自由迁移和应用，需要研究者长时间的阅读大量书籍，还需要建立笔记，进行交叉比对。如果阅读的是外语文献，涉及到语言差异或者时代背景，就更费力了。因此，如果用传统的方式要实现这种自由阅读和思考，
不仅需要一个人拥有相当高的记忆力和抽象思维能力，还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和一个规模庞大的顾问团队。而 AI 则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读几十万字的文本，并抽象出相关理论，而且能够回应我们围绕这些话题提出的任何思辨和疑问。这是传统方式无法企及的速度和效率。但这个想法会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首先，一个困难就是大量的人文社科电子书都是以影音版 PDF 的形式存在的。如果直接将这些文件上传，那么 AI 会调用 OCR， 也就是光学字符识别，来识别其中的文字，并将其转化为文本。但这个过程对我们是不可见的，我们不知道它识别成了什么样子，而且这个过程也是效率低下的。AI 在处理时速度会慢很多，如果识别不干净和不完整，在提问时 AI 也可能会假装看懂了。然而，目前市面上比较缺少免费且强大的 OCR 工具。第二个困难在于，我们怎样判断一个 AI 是否真正读完并理解了一个几十万字的文本？有时候，当我们向 AI 提问时，它可能会先去检索对应的文本再回答，而不是进行全局性的分析。这就需要我们设计一套考试题目，提出一些跨章节、涉及复杂逻辑链条的问题来验证它是不是读完了。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怎样将影音版 PDF 书籍转化为 plain text， 也就是纯文本格式。我们知道 OCR 扫描后的文本经常出现混乱的排版、识别错误、没有分段、挤成一团，看起来杂乱无章，可以说是毫无阅读体验了。但这个文本是给 AI 读的，不是给我们读的，只要文字部分正确就可以了。这对于 AI 来说反而是理想的输入格式。我们可以通过编程来批量完成这个工作，这里完全可以利用 AI 帮助我们。以 ChatGPT 为例，我们可以让 ChatGPT 生成一段代码，要求调用 OCR MyPDF 这个命令行工具去识别 PDF 中的文字，并保存为 text 格式。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文件夹，要求该程序能自动识别该文件夹内的所有 PDF， 并将文件的路径告诉 ChatGPT。这里我就建了一个名叫 Book 的文件夹，然后把想象的共同体这个 PDF 放进去。ChatGPT 就给了我们一段代码，我们把它复制粘贴到编辑器，并保存到这个文件夹，然后点击运行。识别完成后，我们看到 text 文件就出现了，打开它会发现识别错误的文字不多，这可能是因为这个 PDF 相对比较清晰。但是我们会发现页码、分割线和书名会重复出现，再比如字与字之间的空格太多，还有很多错误的分段和断句。这些对于 AI 阅读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干扰，而且我们知道 AI 一次性处理文本的规模也是有上限的。例如 ChatGPT 就是将自然语言给分解成多个 token， 也就是处理和生成文本的基本单位，并且是按照 token 的数量来计费的。因此我们可以让 ChatGPT 把清洗功能加进这段代码，比如要求它删除重复的页码、页眉、页脚和分割线等等，将生成的文本给提纯净化。然后我们再将这段代码运行一下，经历清洗后的文本看起来就会干净很多，虽然肯定还是有识别错误的地方，但这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也正好可以考验一下 AI 的能力。一个强大的模型应当在处理脏文本中依然能尽可能地提取准确信息，这本身就是非常实用的能力。正如优秀的学者能够在阅读破损书籍时依然能还原出文本的整体逻辑一样。当我们将 text 文本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行最重要的环节了，也就是对比两个 AI 模型的能力。参加对比的两位选手分别是开了 Plus 会员的 ChatGPT 5以及 Google 的 Gemini 2.5 Pro。这两个 AI 的价格都是每月$20，都支持大文本阅读。不过在表面数据上 ，GPT 要落后 Gemini。GPT 最多支持 128K tokens 的上下文窗口，也有说法是
25万 tokens， 但都要落后于 Gemini 的100万 tokens， 那么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接下来就会知道答案。不过前段时间有位朋友告诉我了一个消息，就是今年6月 Google 发布了 Gemini CLI， 也就是一个命令行工具，这可以让我们在终端上调用 Gemini 2.5 Pro 模型。Google 非常大方地赠送了每分钟60个 requests 和每天1000 requests 的免费额度，这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是完全够用了的。在电脑上安装 Gemini CLI 很简单，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因为我用的是 MacBook， 我就以我的电脑为例。首先，我们需要在终端 Terminal 安装 Homebrew， 然后用 Homebrew 安装 Gemini CLI。首次登录需要获得自己的 Google 账号授权。这一切都完成后，我们可以看到 Gemini CLI 的界面，下面的这行表示它使用的是 2.5 Pro 的模型，以及它剩余的上下文长度。到这里，我们终于把各种工具准备妥当了。那怎样设计一套考题来鉴别这两个 AI 的阅读能力呢？我们这里首先以《心理治疗中的依恋》这本书为例。为了保持客观性，我认为应当给题目设置一个合理的难度梯度。最基础的环节就是事实提取，比如这样一个问题：心理学家 Bowlby 是怎样定义心理治疗师的任务的？这一环节主要考察 AI 是否能够定位原文信息，以及是否能精确的引用和复述，会不会胡编乱造。这些问题都是能够从书的原文中直接找到的。第二个环节是目录总结，例如我们要求 AI 总结整本书的目录，并用一句话概括每个章节的内容。这可以考察了 AI 对全书结构性的理解。AI 不仅需要完整的提炼出章节标题，还要能够合理的压缩冗长的文本，并归纳主题。第三个环节要更难一些，我们希望 AI 不仅能看懂文本，还得能抽象出隐性的逻辑结构。比如心理治疗中的依恋里有这样一段话 ：Main 强调原认知的能力，对想法进行思考，这是建立在认识表面或实质的区分，即事物可能跟其表面不同、表征的多样性和表征性改变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向 AI 提问，请分析这本书提到的原认知能力的3个基础。原文中并没有直接的提到原认知的3个基础，但从语法和逻辑上，这3个概念的确是并列的，是属于同一范畴的。这就要求 AI 能够正确识别抽象概念的类别归属，它既得总结出一套结构，但又不能编造出缺乏根据的内容。同时，由于原认知这个概念其实是在整本书里被反复提到的，这就更加考验一个模型是否有能力调用所有相关部分，以及能否区分哪些句子是本质性的表述，哪些句子只是围绕这个概念进行拓展和衍生。第4个环节是考察跨章节的理论运用，这也是最有现实意义的一层。比如，我们可以这样问：请基于本书中 Main 关于原认知的3个基础，分析冷漠型依恋在这3个维度中的具体心理特征。原认知和冷漠型依恋这2个概念分布在跨度很大的2个章节，因此AI 首先得抽象出原认知的3个基础概念，然后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后面的分析之中。这要求 AI 能够将理论应用到不同情景，而不是机械的背诵，能够将抽象理论用于分析具体案例，这可以说是人文社科研究中最实用和有价值的能力了。总结一下，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讨论了对 AI 在阅读能力上的期待，以及进行这样一个测试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比赛环节了。这个周末我会更新2期，明天我就会把下期视频发出来，揭晓比赛的结果。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